有一虾婆手持金丸前来喊冤。他喊的是什么冤？他不肯说。既然喊冤，又为何不肯明说呢？那虾婆言道：除非当着八王爷面前，否则绝不会说。当着本王的面，莫非他的冤情与本王有关？这就不得而知了。原本包拯以为乃是疯婆痴语，不予理会。然而，见这金丸之上有玉成宫李妃字样，唯恐与宫闱之事有关，故而并未将他驱离。那虾婆如今人在何处？王爷可知，包拯回京之时，有一名远房表亲同行。此事城中颇多议论，本王也略有耳闻。包拯唯恐牵涉宫中，为掩人耳目而由此托辞。那名老妇人正是鸣冤虾婆。你将她带回京来了？是。王爷若是不肯见她，包拯自会将她遣返草州桥。只是这金丸他是如何取得，恐怕永远也无法得知了。为王爷平添烦恼，包拯罪该万死。王爷不必为难，包拯这就要人将他遣返。哦，这金丸原本是玉成宫李妃之物，李贵妃奉旨归天之后，却怎么也找不到这枚金丸。如今竟然出现在这虾婆的手中。无论如何，本王也得弄清楚其中的缘由。哎，也罢，本王见他就是了。是，包拯明日便带他前来拜见王爷。且慢，为防万一，还是以包大人亲眷之名带他前来，否则难免遭人非议。是。什么？八贤王肯见我？是。包拯明日就带娘娘前去南清宫。如果八贤王肯见我，哀家的冤屈就有昭雪之机，真是苍天有眼啊！娘娘啊，娘娘不可过于激动，否则有碍双目治疗。好，我不激动。这一天，哀家总算是等到了。娘娘，请听包拯一言。请讲。方才包拯已向娘娘禀奏，八王爷虽肯见娘娘，却不知娘娘真实身份，还请娘娘预做准备。哀家明白，哀家会以当时的情形做应对，哀家不会让事态不可收拾的。谢娘娘体恤。明日与八王爷一会，关系重大，娘娘还请尽早休息，以为明日之需。你们退下掩门，任何人不得在厅外逗留。是。包拯见过王爷。包大人免礼。就是这一虾婆要见本王。王爷，且慢。
八贤王，你真的不认得我了？你是？不可能的！王爷可是认得他？他与本王多年前所识之人颇为神似，只是万万不可能，他早已辞世多年了。八贤王，怎知不是昔人故人当面？你真的是？多年的煎熬，岁月容易改变容颜，但是无法改变事实。哀家正是当年玉成宫的李贵妃。可是当年你不是被先皇赐死了吗？奉旨自缢的是冷宫小太监于忠。当年若不是陈琳与冷宫总管秦凤他们冒死相救，死在冷宫的就是哀家了，今日也不会出现在八贤王的面前。你果真就是皇嫂？赵德芳拜见皇嫂。好一个八贤王！时隔多年，你依然肯认我，哀家死而无憾。皇嫂，你是怎么逃出宫去的？又怎会事隔20多年，经由包大人来找寻本王的？此事一言难尽，哀家却有一事要先问八贤王。皇嫂要问的，可是当年的太子，如今的皇上。是。不错，陈琳当年转承本王的话没有错，他的确就是先皇的血印，皇嫂的亲生。果真如此，苍天庇佑。王爷，当年陈公公王府托孤，究竟情形如何？那是本王一生所经历过最大的震撼，至今久久不能忘怀。启禀王爷，陈公公求见。奴婢陈琳叩见八王爷。陈琳，你如此慌慌张张的，可是皇上有急事昭告本王吗？请王爷病退左右。陈琳，本王可从没见你如此失态过。你们都退下。是。行了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
回王爷，奴婢奉旨采摘御果园里的果品，送给王爷，作为王爷明日寿辰之礼呀。皇上送果品给我，你也要本王并退左右？王爷，请陈琳，这是干什么？这是谁家刚出生的婴儿？王爷，这就是李娘娘方才所生，皇上的嫡亲血脉。我可怜的皇儿，当本王问明了原委之后，本想当即进宫面圣，揭发此一骇人听闻的阴谋。然而，王爷为何未去面见先皇啊？宫闱争斗，自古皆然。除非那刘贵妃与郭槐自成罪状，否则，只是一面之词，如何取信于皇上？当时人证物证俱全，若是及时追查，想必郭槐与产婆尤氏无法脱罪。即便如此，至多也只是那郭槐和尤氏抵罪，未必就能定得了那刘贵妃之罪。如此一来，太子在宫中犹如置身险境，随时可能遭人暗害，这岂不是自投罗网吗？八仙王说的没错，倘若阴谋揭发，只怕皇儿早已被害，而不会成为当今的皇上了。只是如此一来，让皇嫂受尽委屈，险些丢掉了性命。本王在此向皇嫂请罪。不，若非八仙王谨慎睿智，奸人早已得逞，哀家感激还来不及呢。不，这也算是皇天庇佑。当年本王王妃稍早也曾有孕，不幸腹中夭折，于是将太子假称为本王亲子，得以在府中抚养。在7岁那年，被选为太子，就送进宫中去了。应一会，自有天定。谁也料不到，历经周折之后，太子终究还是太子啊！太子7岁那年，头一天进宫，就误闯了冷宫。哀家虽不知他就是皇儿，却与他一箭投缘。那也是哀家此生亲眼见到他的唯一的一次啊！本王也明白皇嫂思子之苦，所以召陈琳前来，要陈琳前去探望皇嫂。啊，他们见了面。不错。李贵妃一直以为太子已死，因此将思子之情转到他的身上去了。母子天性，真是母子天性啊！本王担心李贵妃难以承受长期煎熬，也不忍见她因憔悴致死。你将真相告诉她吧。啊，王爷，这样安全吗？本王也知，此举的确有些风险。不过，骨肉分离，对面不识，也太过残忍了。你还是去吧。是。哦，
切记要李娘娘秘而不宣，免得横生枝节。奴婢明白。当陈琳告诉哀家，太子就是皇儿之际，哀家的千种委屈、万般怨恨，顿时化为乌有。唯恐杞人疑窦，不敢稍有声张，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焚香祭天，为皇儿祈福。原来如此，所谓的邪术诅咒，却原来是焚香祈福。唉，只是本王一念之不忍，竟成为奸人的借口，来陷害皇嫂。这实在是让本王始料未及呀！不，错不在八贤王。若非得此讯息，20年的煎熬，恐怕也难熬得过来。哀家感激还来不及呢。惭愧，只是皇嫂这对眼睛啊，幸得公孙先生神医神术，不日哀家当可复明。太好了，这才是吉人天相啊！如今哀家若想报仇平反，还得仰仗八贤王做主。既是赵家的家务，又是朝廷公案，本王责无旁贷。也该是向皇上禀明一切的时候了。本王这就进宫面圣。王爷，万万不可！包大人为何阻止？进宫面圣，禀明一切，又有何不可呢？王爷，此事兹事体大，又事出突然，包拯担心皇上一时之间恐难承受。包大人之意是担心皇上不肯接受了？事隔多年，而刘贵妃已是当今太后，若无足够的凭证，的确很难让皇上信服。那以包大人之见呢？包拯已派人去将陈琳、陈公公接回京来，尚有许多细节有待查明厘清。一旦取得足够证据，再向皇上启奏，较为妥当。包大人言之有理，只是，以皇嫂之意呢？20多年都已经等了，再多等几日，又有何妨呢？好，那就依包大人之见。王爷，不过此事还需秘而不宣，还请王爷稍作忍耐，不动声色。本王明白。太妃娘娘，请先回府休息，包拯会差人确保安全，且容臣与王爷在此细商对策。好，那就仰仗二位了。夫人请。请留步。两位大人打扰了。
这位公公有何指教？这位老夫人，咱家看着有点眼熟，不知是哪座府邸的亲眷呢？这位公公是？咱家郭槐乃是太后身边的内宫总管。原来是郭总管，老夫人从未进过京，想必是郭总管认错人了。哦，是吗？老夫人急需回府歇息，不便久留，还请郭总管见谅。是，二位请便。他们是哪座府邸的人？开封府的人。那位老夫人呢？听说是包大人的远房表亲。这就是安神路。是，八王爷亲自交给奴婢的，说是只要用上个3、5滴，就好让娘娘安睡到天明。真会有如此奇效吗？奴婢早上已经派人试了2滴，刚刚才醒过来呢。好吧。请。郭槐，奴婢该死。什么事情让你这样心不在焉的？回娘娘，奴婢在想一个人。什么人呢？今儿早晨奴婢去八王爷那求药的时候，路上遇到了一位老妇人。哦，她可是你的旧识啊？哦，不，奴婢只是觉得她的容貌像是……像是谁呀？像是……别吞吞吐吐的好吗？她究竟像谁呀？说呀！像是当年在冷宫里的李贵妃。哎呀，娘娘，娘娘，奴婢该死，奴婢该死啊！你说她像谁？娘娘，是奴婢一时眼花，胡言乱语。娘娘，您千万不要听进去啊！不，哀家要弄清楚，她真的像李贵妃？是。哀家才梦到的，你就见到的。莫非他真的是回来找我了？娘娘啊，李贵妃在20年前就被先皇赐死了，奴婢还亲自见过她的尸首呢，不会错的。他们只是长得相像，一定是别人。那个人是谁家的亲眷？到南清宫去做什么？回娘娘，奴婢打听过了，他是包拯包大人的远房表亲，是去拜见八王爷的。包拯的表亲？这包拯一向是公私分明，从未听说过他曾带亲眷入京。即便如此，又怎会前往南清宫去拜见八贤王呢？这奴婢就不大清楚了。那就去查清楚，不但要查清楚那人的来历，也要查清楚包拯最近的行止，大事小事都要查得一清二楚的，知道吗？是。
奴婢遵旨。大人，八王爷已经知道太妃娘娘依然健在，想必会在适当时机出面。大人平反此案的机会势必大增。不错，八王爷身份特殊，也较容易取信于皇上。等陈灵抵京，查明细节之后，便可着手进行。还请娘娘再多忍耐几日。但愿不会横生枝节。娘娘，此事一直秘而不宣，学生相信不会出现什么意外的。不，哀家认为不会如此顺当。娘娘何出此言？日间哀家离开王府时，遇见一个人。哦，但不知遇见何人？郭槐。郭槐，奴婢在。传哀家的旨意，宣纳老夫人进宫，哀家要亲自见她。是。哦，太后要宣老夫人进宫。正是。学生冒昧请问，太后怎么会知道老夫人在府中呢？包大人的亲眷进京，开封府谁不知道啊？我看公孙先生是多此一问了。老夫人乃是乡野村妇，不识宫中礼仪，恐有冒犯失礼之处，还请郭总管回禀太后，收回成命，免宣入宫。包大人这话可就不对了。太后娘娘宣召是何等的荣宠啊！再说这一旨以下，咱家可不敢顶回去啊。这郭总管，老夫人双目失明，学生正在为她诊治，此时入宫，恐怕多有不便。那没关系啊，咱家在这等候，并亲自陪同入宫。再说了，这宫中有咱家照应，包大人敬请放心。这话说到此，包大人若是还不答应的话，那可就是对太后娘娘的最大不敬了。太后懿旨，本府怎敢不遵？烦请郭总管稍后，本府前去禀告老夫人，并略述宫中礼仪之后，再随郭总管进宫。那就有劳包大人了。没有料到，他们真的盯上了太妃娘娘。大人，难道真的无法回避了吗？太后懿旨，谁敢违抗？太后既然指明要见太妃娘娘，既然是非见不可，只怕是避无可避呀。一旦太妃娘娘进宫，生死便全掌握在太后手中，随时会有性命之忧啊！本府身为外臣，若不奉诏，不得擅自进宫。纵然有心拼死维护，入不得宫，又岂能奈何？大人进不了后宫，展昭却可以。哎，不错。展护卫蒙皇上赐封，御前4品带刀护卫，圣驾当前特许带刀，深宫内院任意行走。倘若展护卫随太妃娘娘前往，
任谁也无法拦阻。的确如此。展护卫在。就劳你随侍太妃娘娘奉驾入宫。入宫之后，娘娘的安危就全仗你了。属下誓死保证娘娘的安全，请大人放心。好，如今还得劝得娘娘安心前往，谨慎应对，否则后果仍难逆料。他要见我。郭槐前来传话，如今正在厅中等候。他到底还是找来了。你们说，哀家该不该去啊？娘娘要是不去，恐怕会让对方更加起疑。既然如此，哀家去见他就是。是啊，不过以学生之见，虽然太后下旨召见，却未必肯定娘娘的身份，还请娘娘尽量掩饰一二。宝琴，你说20年不见，他还能认得出我吗？臣不敢断言。哀家明白，这20年来，哀家一直生活在市井之中。若非见到你们，哀家仍然是一个瞎老太婆，他认不出来的。娘娘委屈了。说不上委屈，若想报仇平反，就得忍过一时。哀家立刻动身。展昭陪同娘娘进宫，请娘娘尽管放心。倘若他真敢有所冒犯，展昭定会拼死护驾。展护卫能进后宫？展护卫蒙皇上特许，不需腰牌宫内行走，任何地方都去得。若是有人图谋不轨，恐怕也得顾忌3分。好，有展护卫陪同，哀家就安心不少。那就有劳展护卫了。展昭不敢。太后存心摆弄威风，却不知老夫人目不能视，全无作用。就由他摆弄吧，不值得计较。待会儿见面时，少不得以礼参拜。无妨，既然来了，老身就是一介市井瞎婆。太后驾到！太后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！御前4品带刀护卫展昭，携包大人亲眷赵氏，叩见太后娘娘千岁。2位平身。谢娘娘。都起来吧，赐座。谢娘娘。听郭总管说，展护卫执意要陪老夫人一同进宫，是吗？回娘娘，老夫人双目失明，又不知宫中礼仪，包大人特命展昭陪同前来，以免失仪失态。哼，包大人也顾虑太多了。哀家既然宣召老夫人来，自然不会介意是否失态失仪。
谢太后。展护卫无需在此听我们闲话家常，妇道人家说的话，展护卫未必适合听呀。包大人再三叮咛，属下不可擅离老夫人，所以没这一说。在哀家这人寿宫，难道还能让老夫人出什么意外吗？要不这样吧，只要老夫人稍有差池，展护卫尽管找哀家负责，如何呀？展昭不敢。哀家不但要展护卫离开，这里除了郭总管留下伺候之外，一个也不留，全都退下。是。展护卫，你就出去吧。既然太后娘娘不担心我老婆子失礼，你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意思，不如到外头轻松自在一些。老夫人，太后不是已经说了吗？如果我出什么事，她会负责。你放心吧，包大人他不会怪你的。啊，要不你就在外面候着，如果觉得有什么不对，你就随时进来瞧瞧，不就得了吗？还是老夫人干脆。展护卫如今可还有话说。展昭不敢。既然如此，展昭就在门外恭候。老夫人若有需要，请随时召唤。展护卫，你就快走吧，我还急着要和太后娘娘说话呢。展昭告退。太后将老夫人宣进宫去了。正是。包拯虽借此婉拒，怎奈那郭槐亲自前来府衙接人，只得让老夫人去了。这岂不是羊入虎口吗？若是坚持不去，非但坐实了太后之疑，而且造成抗旨之事，两相权衡，还是让老夫人冒险进宫。为防万一，包拯特命展护卫随行护驾。哦，有展护卫随行，谅他们也不敢公然造次。但包拯仍觉不妥，故而前来请王爷寻医名目，进宫面圣，伺机前往仁寿宫查看虚实。你顾虑的对，由本王进宫，的确较为合适。你且回府等候本王的消息。多谢王爷。老夫人本姓赵，是。居然与皇家同姓，也是有缘了。不，太后娘娘，赵是天下第一大姓，我是沾了皇家的光。老夫人是包大人的亲眷，但不知是哪一房、哪一脉。我是包大人的远房亲戚，论辈分，我该是包大人的表姨。常言说得好，一表3000里。我和包大人还从来没有见过面呢。
哦，那么你们又是如何遇上的？包大人在天齐庙放告，老婆子有个儿子不孝顺，不但不养我，而且还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。我一气之下就告到了包大人那里。谁知道问案，却问出个远房亲戚来。这下可好，管吃管住不说，还把我带到京城，还让公孙先生给我治眼睛。老夫人这双眼睛是……唉，都瞎了10几年了。我也是没福气，能到皇宫里来看看，那是多大的福气呀！可惜我什么也看不见。谁？你看得见？哦，原来是郭公公啊！我怎么能看得见呢？只是眼睛瞎久了，我的耳力变得特别好，我是听见有人在我身边。哦，咱家是给老夫人递茶的。我哪能担当得起呢？听说郭公公是后宫的总管，那可是个大官。我老婆子怎么担得起让郭公公为我倒茶呢？罪过，真是罪过呀！老夫人是太后的贵客，咱家是太后娘娘身边的奴才，服侍老夫人是咱家该做的。那我是沾了太后娘娘的光了。你也别客气，你确定不是姓李？太后娘娘说笑了，这姓怎么能乱改呢？太后娘娘，你怎么会觉得我姓李？只因你和哀家多年前的一个姐妹长得十分相似。是吗？啊，我明白了。郭公公也说我看着眼熟，原来我和太后娘娘的姐妹长得像，难怪娘娘要招我进宫。那娘娘那位姐妹上哪儿去了？她在20年前不幸去世了，可是哀家始终觉得她没有死。那我相信娘娘和那位姐妹的感情一定很好。不错，哀家与她情同亲姐妹一样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很简单嘛，人都死了20年，娘娘还觉得她没有死，甚至还觉得她随时会出现在自己面前。娘娘和那位姐妹不但感情好，而且娘娘还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至今还对她念念不忘的。要做娘娘的姐妹，那得积多少阴德？我一个乡野村妇能长得有点像，已经是上辈子积来的。不过能让娘娘看看我这瞎老婆子，回忆娘娘当年的那个姐妹，对我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恩宠。哼，你说的没错，你的确让哀家了解思念故人之苦。谢谢。自你登基之后，所作所为均不是规矩，有违有守，没有令人失望啊。那是父王在年幼之时教诲之功，
孩儿一直不敢稍有怠慢，只是父王甚少入宫，孩儿也未能成婚定性，善尽人子之孝。你我虽为父子，但是依照朝廷体制，如今却属君臣，若是经常往来走动，反而不妥。唉，就维持现状吧。只要你一切安好，我就放心了。父王不愿入宫，还是儿臣回府探望吧，也好随时向父王请益。唉，那就随你吧。不知太后情形如何？郭槐来府中求药，以治失眠之症。不知太后是否已经开始服用了？太后日前受失眠之苦，孩儿记得幼时父王偶以安神露助孩儿入眠，故而差郭槐前去求药。打扰父王，还望父王恕罪。谈不上打扰。不过，你对太后的关怀之情，颇让人称许呀。生育养育皆是恩情，孩儿不敢忘父王的生育之恩，亦不敢忘太后的养育之情。你有此想法，也算难得。安神露虽可助眠，却不宜多服。既然进宫了，也就顺便去看看太后，也好当面嘱咐。孩儿也正要去探问太后服药成效如何，父王何不一起前去？如此甚好。来人，奴婢在。拜驾仁寿宫。是。老夫人，请用点点心吧。啊，请。谢谢。别见外，吃一点吧。这是哀家特地为你准备的。谢谢。哀家相信你一定喜欢吃。来。这叫心怀蜜，用杏仁、槐花和蜂蜜调制而成，是当年哀家那位好姐妹自创的甜点。好吃吗？妹妹啊，姐姐，来，我们去吃点心去。哎，来，来坐。妹妹，你尝尝。哎，你又研制了新的点心？是啊，是我刚研制出来的，当然要请妹妹第一个尝了。好吃吗？有淡淡的花香，有点苦涩。不过饼心却是甜的，真的很好吃。你是怎么做的？这是5月初开的槐花，带皮的杏仁儿，再加上断花的蜂蜜，用栗子面揉合以后再烤出来的。这么好吃的点心，有名字吗？有啊。采用食材的名字就是
姓怀蜜3个字的谐音，心怀蜜，就是心里揣着甜甜的蜜。心怀蜜，姐姐是不是要献给皇上的？不，这只是做给我们姐妹俩吃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们姐妹共同的写照。我们刚进宫的时候，就像初开的槐花，洁白美丽；而在宫中的日子，就像杏仁一般苦涩。不过，只要我们安心地待在宫里，总有一天会得到皇上的宠幸。往后的日子啊，就会像蜜一样甜。姐姐，姐姐只教给你做法，也只做给你一个人吃。记住，这可是我们姐妹之间永远的秘密。从此以后，哀家学会了做这酥饼。20年前，当哀家那位姐妹过世之后，哀家才下旨宫中御厨学着做。可是这心怀蜜只给哀家一个人吃，甚至连皇上都没有尝过。因为哀家曾经答应过他，这是我们俩之间永远的秘密。你因何掉泪？啊，没有，没有。哀家亲眼所见，怎说没有？啊，我太后娘娘对20年前的姐妹还如此的怀念，真是令人感动。老婆子天生就爱哭，就连听人说书都会哭得稀里哗啦的，让娘娘见笑了。老夫人也太多愁善感了。如今故事说完了，老夫人也哭过了，现在可以吃点心了。这点心，娘娘一向是不给别人吃的。我老婆子哪来这么大的福气享受？因为你和我那姐妹长得实在是太过相似，直到现在，哀家都认为你就是她。展昭叩见皇上，八王爷。展护卫平身，谢皇上。展护卫为何会在仁寿宫外？展昭陪同包大人亲眷赵氏，奉太后懿旨进宫。哦，太后宣老夫人进宫，展护卫为何不在一旁陪伴？太后与老夫人闲话家常，命展昭在宫外候命。那就随朕一起进去吧。谢皇上。娘娘怎么不说话了？哀家想仔细地看看你。我一个瞎老太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娘娘就别再取笑我了。哀家要仔仔细细地看清楚
你究竟是姓赵，还是姓李？皇上驾到！奴婢叩见皇上八王爷。平身。儿臣参见母后，望母后病体早愈。免礼。皇上来仁寿宫，怎不先通知一声？八贤王又怎会联袂而来？父王得知母后患有失眠之症，特来探望。哦，哼，自从哀家迁进这仁寿宫，八贤王可是头一回来呀。惭愧，本王不敢贸然前来打扰太后，没想到却失了君臣之礼，还请太后恕罪。千万别提什么君臣之礼，八贤王乃是先皇玉帝，又是皇上的生父，既是一家人，又何必拘礼呢？你能来看看哀家，哀家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多谢太后不罪之恩。本王是来提醒太后，那安神露虽可助眠，却不宜服之过量，否则恐对凤体有伤啊。难得八贤王如此细心，哀家感激不尽。这位就是包大人的亲眷吧？老夫人，圣驾当面，不可失了礼数啊！天下百姓乃是皇上的子民，我老婆子理当大礼参拜。老夫人身体欠安，目不能视，还请皇上。展护卫，该跪就跪，该拜就拜，我又怎么能够例外呢？哎，老夫人请起。老夫人是包大人亲眷，又是母后宣召入宫的贵客，这些繁文缛节就免了吧。老夫人因何落泪？皇上，我是心里难过。老夫人有何伤心之事？皇上，我听说皇上不是太后娘娘亲生的，可是却对太后娘娘小心丝毫不减。可怜我老太婆，明明有一个亲生儿子，她却不肯认我，丢下我一个人，孤苦伶仃的夏老太婆。皇上，我怎么能不伤心，不难过？竟有此事？难道包大人对此事就不闻不问吗？回皇上，包大人正在着手追查，一旦查明，自会还老夫人一个公道。如此不孝之人，休说朕不放了他，便是天地之间也难容他。展护卫，转告包大人，务必尽快查办此事，以安老夫人之心。展昭遵旨。皇上，老夫人进宫已久，为免包大人挂心，臣敢代老夫人请辞出宫回府。哀家许久没见外人了。老夫人难得进宫，就留宿一晚。明日一早，哀家再派人送老夫人回府。哀家坚持，展护卫可以先回去禀明包大人。回娘娘，展昭奉包大人之命随侍老夫人，不得擅离。既然太后留下老夫人，展昭也留下陪同老夫人，请太后恩准。展护卫留下照顾老夫人也好，以免包拯担心。谢皇上。既然皇上都这么说了，
哀家岂会再有异议？只是包拯那里……啊，不妨。本王正好要去见包大人手谈一番，就由本王代为转告吧。谢八王爷。郭淮，奴婢在。收拾一间肃静的厢房，安排老夫人过夜之用。是。什么？太后将老夫人留宿宫中？不错。当时皇上也在场，同时也准许展护卫留在宫中随侍，本王则负责来通知你包大人。难道老夫人的身份泄露了不成？应该是不会，否则太后和郭淮的神色不应该那般镇定才是。学生以为，纵使太后没有认出老夫人，却也未尽是心中之疑。因此硬将老夫人留宿宫中，也是为了更加确认。对，有此可能。倘若如此，老夫人在宫中，岂非身陷险地？此事皇上也已知晓。倘若他们企图对老夫人不利，恐怕皇上那儿也难以交代。按理说，他们不会，也不敢不计后果贸然行事。然而，若是他们毅然确定老夫人的身份，而打算孤注一掷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大人不必担心，还有展护卫在。啊，对，展护卫绝不会让他们轻易得手的。如今，就只有全寄望展护卫了。老夫人，东盼西盼，早盼晚盼，盼了20多年，如今他就在我的面前，却看不见他的容貌。我能听到他的声音，触摸到他的双手，甚至能感受到他的呼吸、心跳。可是，他却不知道我是谁，只当我是一个让人可怜的瞎婆子，一个与他毫无关系的陌生人。老夫人，请暂且不要想这些。如今老夫人身处险境，稍有不慎，便会遭人暗算。身处一世，形同陌路。若是不能母子相认，就算是躲过所有的危机险境，又有何意义呢？老夫人切莫气馁，包大人定会为老夫人洗雪沉冤。到时候，老夫人必定会母子团圆。可是老夫人必须谨慎小心，安然度过危机，才能如愿以偿。唉，若不是盼着这一天，我早就不眷恋这悲惨的人世了。展护卫，你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吧。太后将老夫人留宿宫中，想必是另有所图，请老夫人暂且忍耐，及早就寝，一切交由展昭应付即可。好，一切就依你。无论夜间有何动静，都请老夫人闭门不出，展昭自会在屋外守候。
我不会看错，一定是他。娘娘，当年先皇赐死李贵妃，是奴婢亲自去验看的尸体，千真万确，她死了20年呐。那么就是他又活了过来。娘娘啊，这人死他焉能复生啊？那么今天在我面前的又是谁呢？或许他们长得很相像，可是，就算真的是他，这事隔20年了，相貌已大有不同，娘娘又怎么能确认呢？不对，他能瞒得过天下人，但是瞒不过我。当年我与他朝夕相处，无论他今日如何伪装掩饰，那种神态举止是变不了的。郭淮，奴婢在。你把他请到寝宫来，我就不信逼不出他的真实身份。娘娘，哀家的话你敢不听？奴婢不敢，奴婢遵旨。大人，公孙先生，大人仍在为太妃娘娘担心吗？展护卫虽在娘娘身边，然而后宫全在太后与郭淮的掌控之中。本府担心的是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大人不必担心，展护卫武艺高强，胆识过人，想必定会保得娘娘安然无恙。单凭武功不足为事，展护卫需要的是斗志，而非斗力。说是娘娘的安危，实则却是正邪善恶之争。胜，则是公理正义之胜；败，则是天道人性之败。本府虽知展护卫必能妥善应对，却仍难免挂记于心呢。展护卫，郭公公，咱家奉了太后的旨意，请老夫人前去叙话。老夫人已然安寝，请郭公公回禀太后，恕难奉诏。展护卫，你没有搞错吧？此刻刚刚入夜不久，老夫人怎么可能已经入睡呢？郭公公有所不知，公孙先生正在替老夫人医治眼疾，最忌劳累，每日入夜既眠，从无例外。可是太后正在寝宫等候，展护卫务必请老夫人破例前往，否则咱家难以向太后交代呀。就算展某想帮公公的忙，恐怕也是无能为力。此话怎讲？公孙先生乃是以经侦过学之术及开方施药，双管齐下，为老夫人诊治眼疾。
老夫人进宫之前已经服过药，时辰一到，自然成眠。如今若想唤醒老夫人，只怕是绝无可能。郭公公还是尽快回去禀奏，免得太后哭的。展护卫能否让咱家进去看看呢？郭公公到底要看什么？郭公公虽是晋升太监，并无男女之别，可是老夫人已经入睡，又何必前去打扰？除非你不相信展某。不，展护卫言重了，咱家是奉太后旨意而来，若不进去看看，如何向太后交代？说来说去，你还是不相信我吗？展护卫，见谅了啊！咱家今天是非看不可。展护卫，咱家可是奉太后的懿旨而来啊！展昭也是奉了皇上的口谕，留在此地照顾老夫人的。公公若想是闯过去，别忘了展某来自江湖，就他们几个，展某还不放在眼里。你想试试？公公，还是回去复命吧。倘若打算在此与展某耗下去，吃亏的恐怕还是公公你呢。展护卫，千万不要误会，咱家只是为了向太后有个交代。既然展护卫已经把话说明白了，咱家回禀太后就是。那好，公公请吧。好个大胆的展昭，竟然敢和哀家作对！也许他说的是实话。不可能，他们是做贼心虚，想躲开哀家，偏就让你躲不了。郭槐，奴婢在，随哀家一起去，看他敢不敢拦阻哀家。娘娘请息怒，请听奴婢说几句话。你说，展昭他虽然从中作梗，但他的话多少总占个理字。皇上的确让他留下来照顾，至于是否真的吃了药沉睡不醒，这个谁都不能证实。娘娘您如果真的要去，恐怕也不能这样理直气壮啊。哼，这后宫是哀家的后宫，哀家不需要向任何人说理，惹恼了哀家就硬闯。娘娘，那就更使不得了。展昭在江湖上人称南侠，皇上又赐他为御猫。他的武功高强，谁也难敌呀！哼，难道他有3头6臂？哀家请后宫之力，就不信凭他一个人能应付得了？娘娘，这样如此一来，是不是就扰得人尽皆知？若是惊动了皇上，问明缘由，娘娘，恐怕这就很难自圆其说了。娘娘，您无非是要弄清楚那霞婆的真正来历，其实这也不急于一时啊！只要是错过了今日，奴婢一定会明察暗访，定会尽释娘娘的心中之疑。若不是心虚，又何必躲哀家呢？他越是如此，越让哀家确信一定是他。娘娘，有些事情，也许经过20年会有所改变，可是有些事却永远不会变。哀家有办法证明究竟是不是他。娘娘指的是胎记，这与生俱来的记号，永远也变不了。
姐姐这头秀发真漂亮，皇上见了一定会喜欢。女为悦己者容，我们作为女子，恐怕这一生花在梳妆打扮上的时间少不了。真不知道是信还是不信呢。哎，姐姐，你颈后的这个心形图案好美哦，是谁替你画的？傻妹妹，这不是画的，这是胎记。真巧，胎记能生成这么美的模样。可惜我自己都看不见。没关系的，姐姐看不着，就留给皇上看呗。妹妹，你看你又在取笑我了。那胎记生在后颈发根处，无论多少岁月，也不会让它消失。只是平日会被头发遮盖，难以察觉。娘娘是想从胎记上来证明她的身份？展昭占个理字，哀家也占个理字。就算是个瞎婆，也得梳妆打扮才不失礼。展昭是男子，而他有双目失明，派人替他梳妆，谁也无话可说。是，奴婢一定派个手巧的宫娥去，一旦看清楚了，立即回禀娘娘。到那时你再来和哀家争辩，究竟是不是他？展护卫，你就出去歇会儿吧。我们梳妆打扮，你们男人看着岂不是没趣儿啊？展昭奉命陪伴老夫人，不敢稍有懈怠，打扰了老夫人，还请恕罪。你要是不嫌烦，就陪着吧。公公，怎么样？有什么？你确定啊？确定。不可能啊！他明明早就死了。娘娘，奴婢真的亲眼看见他的尸首，他的确在20年前就死了。难道他又活过来了？那就让他再死一次。